先谢谢大家今天在就是梅雨季，然后又热的天气，又来这边听那个新乐园艺术空间档案的讲座。那这次新乐园艺术空间档案呢，是我们在去年介绍阿普画廊跟新滨码头艺术空间之后发表的第3个档案。然后，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呢，就不免俗的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认识的新乐园本来是在哪里的。然后新乐园首先它是一个在1995年成立的合作画廊，但我知道这个空间跟认识这个空间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然后那个时候的新乐园呢，就是位在中山北路附近的这个巷弄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它的当时的地址是中山北路2段11巷15-2号1楼，然后也就是这个红点的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小人拉来这里看它。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附近就是新乐园所在的环境，前面这边是康乐公园，然后它其实就处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巷弄里面，旁边有一个按摩店足匠。然后这个呢是2023年3月的时候照的照片，然后这边你们可以看到 ，sorry，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着新乐园，就是 SLY Art Space 的这个招牌。但它在这边这个地点的时间其实已经很久了。然后我们从 Google Map 上面可以看到，它在2022年涨价，然后2020年涨价，到2019年其实涨的是差不多。然后我们一直往前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时候，它就至少在Google Map 上面的记录，就是已经有了空间在这里营运很久。那这边呢，这附近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一带啊，停车格很少，所以除了那个停车很麻烦，然后附近有很多吃的东西以外，当时我2017年的时候去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空间其实不大。然后氛围呢，就跟其他的独立艺术空间差不多，3不5时会有一些年轻艺术家的展览。那去那边就是看看作品，然后就会默默的离开这样。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我只知道说啊，新乐园好像是很多艺术家都会提到的空间，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原来它1995年就成立了，然后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然后，所以要直到我开始这一次的这个档案计划以后，才重新开始对新乐园有更多的认识。那个我跟新乐园的现任总监张亚平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就知道彼此，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但是也是要到这一次的这个档案计划才变得更熟悉这样。那不过新乐园其实自己都有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档案啊，像是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找了策展人及艺术史研究者尤威，然后出版了这一本继续新乐园台湾当代艺术文件1995到2008。那这边有非常多大咖在书腰上做推荐，包含王墨林、石瑞仁、曲德义、林平、林志明、林佩纯、李俊贤、李思贤，还有阮庆月。然后有一个小小的 slogan 是台湾当代艺术一段不可不知的历史，这样。那除了这样子出版过的研究的书籍以外，其实他们自己也有，新乐园自己的网站上也有一些资料可循，他们可以看到历年的艺术家成员艺术家的名单，还有一些展览记录。然后在几个大的周年的时间点有办了一些展览，像2022年的时候也办了一个25周年的展览。
然后那一年的同时，新乐园也启动了关于艺术档案的讨论，去思考一个空间的历史它要怎么被档案化。然后在这一个计划底下，他们也开始做了非常多在维基百科上条目的编修跟修订。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料可以做研究可以找这样。然后这也是一开始我们在思考说，新乐园这个空间虽然很重要，但我们要做嘛，就是我们需要帮他们重新再整理过档案，重新整理一次嘛，到底要做哪些？不过仔细去看这些他们之前已经做过的档案工作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啦。就例如说，它网站上的图片，它可能每一个展览它只有1、2张一个示意性的图片，然后细节也看不太清楚。那这种示意性跟细节不太清楚的状况，其实在这样子的二手资料上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大家要去找《继续新乐园》这本书，基本上是绝版找不到，所以你可能只能去图书馆借，或者是在拍卖上找看有没有人想要就是愿意割爱让出这一本台湾当代艺术不可不知的历史这本书籍。然后，所以经过等于是有这些不同因素的思考，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做这个新乐园档案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啦。然后只是说，我们这次档案的计划跟新乐园其他档案工作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一次是协助做了相对完整的第一手的资料记录。那也试着去找到之前没有的文献，用一种比较实证性的方式去补足新乐园的早期历史。那今天也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档案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今天的讲座就除了就是我前面介绍一下档案以外，然后也邀请了新乐园现在的总监张亚平坐在那边，然后还有这本书的作者尤薇，然后再等一下会加入一起语谈。那今天语谈的重点就不是只在于说大家怎么看这一段我们做档案的历史，那也是在于说1995年成立的新乐园，到明年就要进入30周年了。然后，所以在即将满30周年的现在，他们怎么看待过去，又怎么想象未来？我觉得是今天会后大家可以聊的其中一个重点。这样，那之所以会想说要从30周年的这个时间，当然也不一定是30周年了，而是说回看历史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回看历史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诠释。那所以也许你在10周年的时候看这些档案是有一种意义，当你在20年跟30年过后再看的时候，也许会对这些历史素材有完全不一样的诠释或者是想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档案大概长什么样子。看一下，好，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如果点进这一次新乐园艺术空间档案会看到的画面，这样。那我们这边有简介，左边呢这边是我们给的这个树状的结构资料。那在这边的树状结构里面，其实基本上它的分类蛮简单的，有成员资料，有展览资料。那这个是大家就是很好想象，成员资料其实就是包含了他们不同期的成员的，比如说简历啊、作品图片啊，诸如此类。那展览资料呢，则是他们有的这些展览的相关的记录。然后接下来还有出版品。那出版品呢？稍等一下，出版品就也相对简单，就是新乐园自己的出版品，包含早期这个算是自己做的独立刊物《艺术论坛》，然后还有他们在1998年的时候出版的这个作品集，基本上这一本是把他们历届展览的邀卡做成一个合集的小册子。然后这一个呢，看不到图片，它其实是一片光碟。那这个光碟呢，在当时是用最夯、最棒的技术呢，去做了一个可以互动的程式，
所以大家点进去那个光碟里面呢，可以看到当时的成员有哪些，依名字点进去可以看到个人的简介，然后依展览点进去可以看到当时作品的一些图片、展场的状况等等。但因为它是一个 CD 光碟片，只能在 Windows 系统里面被开启，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在网络上就大家可以直接用。但是如果到我们的办公室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印度办公室的话，是可以在现场直接去点选看这个光碟片的内容这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营运跟行政的记录。那其实就包含了早期有人应征的这个自传，但是我们有把那个个人隐私的资讯都遮起来，这样。然后还有一些简报的类型，那以及这些文宣工作参考资料，他们会说，如果你要在这边办展览的话，你需要准备什么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包含新闻稿你要准备什么，然后个人简介你要准备什么，诸如此类的。那这边先稍微讲一下说，简报这件事情，除了在这里有以外，因为大部分新乐园自己的简报都是跟着展览的记录走的，也就是说，它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看阿普的档案一样，它不是说简报我自己归一个类别，他们是因为简报通常会有报纸报道，都是因为有展览。那这个展览它可能反映出了组织的演变、营运的困难等等，所以它很少有说单独一篇报道是我只报道跟新乐园相关的事情，但是不含展览消息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看他们的档案的时候，会发现说所有的简报几乎都是跟着展览的档期一起走。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要来看他们相关简报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从展览资料里面看这些简报。那列在这边的是少数几个真的不含展览资讯的简报。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会议相关记录。那这个会议相关记录其实也不完整。那它就是有1995年，然后有4月跟7月，然后还有97年的几份会议记录。然后再来是最罕见，就是说其他地方可能找不到，就是这一次我们做的几个录音档的数位化的内容。那里面最珍贵的，其实每个都很珍贵啦。但是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为甚至是在新乐园成立前的历史有一些素材可以追溯的话，这边可以看到有2个新乐园的筹备会录音。然后这个钱勇的8种方法座谈是他们之前展览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办座谈会现场的录音。然后再来这个 TNT 电台访问呢，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台湾是还有蛮多地下电台的嘛，然后这个 TNT 是宝岛新生的这个地下电台网站，然后当时呢在那个地下电台网站里面由廖伦光，就是当时也是个艺术家以及斜杠非常多不同事业的一位老师，他开了这个节目，他专门在做当代艺术相关的访谈跟各式各样的讨论。那在这一个录音档里面呢，他就找了新乐园的2个成员，一个是陈升志，另外一个是杜伟，一起去做访谈。那这个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档案，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听听看，因为录音也相对的蛮完整的。然后也是透过这一次这个档案，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节目叫做艺术黑白奖，它其实当时在那短短的几年里面，其实还邀请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当代艺术家。不同领域的，比如说做行为的或做行动艺术的汤黄珍啊、陈凯煌，然后还有不同的艺术家讨论的题目包含到底什么是台湾的艺术，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电台访问里面可以听到的，就是他们去讨论到底什么是台湾艺术的主体性，这样台湾艺术跟台湾的自己的认同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之所以有这些不一样，然后但是有的地方又稀缺的这个状态呢，其实也是因为新乐园成立的时候，作为一个合作画廊，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组织，说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有留一份记录。所以像在这里面的个展的资料，通常都是你需要成员自己把自己的个展记录，个展留下记录之后，拿一份给负责行政的人去留存。所以负责行政的人其实并不负责去做所有的记录。那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会议记录也好，然后营运的行政记录也好，然后还有这些录音带也好，其实常常是我们必须要从早期的其他成员里面手上拿到的。然后我们真的由现在的新乐园整理好给我们的资料，绝大部分就是成员资料跟展览资料，出版品。然后还有这个录音带其实是成员那时候后来给亚萍他们留存的。然后所以像这样子档案有一点分散的状况，其实也就反映了早期合作画廊的一个运作的形态跟机制啊。就是说不像现在的新乐园是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机构，比较集中的行政机制去处理这些行政事宜。然后早期的合作画廊，因为成员会各自分散，所以这个在我们做合作画廊相关的空间档案的时候，都是个蛮普遍的状况。那这一次的这个新乐园的档案啊，其实本来是要跟另外一个有深厚渊源的2号公寓档案一起发表的，但是由于这两个档案，就是因为2号公寓档案其实也是一个刚好也是一个合作画廊的档案，但是由于我们在处理这两个档案的时候都比预期花了更久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只能先发表新乐园的档案，然后2号公寓晚一点再上线这样。那这是跟大家说一下，说2号公寓我们的确是有在进行，然后这个是部分的后台画面，希望很快就可以给大家看看。那为什么说这两个有着深厚的渊源？为什么我本来想要把这两个合并上线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新乐园的档案里面来找一些线索。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听听就是这个新乐园筹备会录音的一小段。哦，顺便说一下，因为录音带有 A 面 B 面嘛，在座大家大部分应该都知道有 A 面跟 B 面，所以 A 面跟 B 面是分别以2段音档呈现的。那目前我们这个成员是19个。那还有就是我要报告一件事，就是继那个上次自由登完以后，那个隔2天那个《中国时报》又打电话。他本来是打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成员简福川，那简福川请他打到我那边，那他也是询问了一些事情，那我就按照我们开会已经确定的一些事项跟他讲，那他还是按他的方式写出来，那写出来了，对，《中国时报》就是那个李维京。好，就是简单的听，大家不知道听得清不清楚，但是简单复述一下，就是刚刚讲话的这个声音呢，是新乐园的成员杜伟，然后他在筹备会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说，前阵子自由时报已经刊登过了报道了，然后中国时报的记者呢李维京又打来，然后确定了一些事情，然后询问了新乐园的状况。所以他就依照更之前大家开会的一些共识，跟李维京去解释跟说明。那这个开会共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份报道，这里这个是关于新乐园与2号公寓就职，就是说这一份报道里面呢，除了跟2号公寓还有新乐园有关的报道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报道在这边，所以我们并没有直接只拿这一份标题来作为档案的名称。那但是我们可以仔细看看
这边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好，所以在这一份报道里面，这个就是李维京他写的那一篇，标题是旧地址新组成2号公寓新乐园。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先把2号公寓跟新乐园两个放在一起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这边写说，部分旧2号公寓成员加上其他应该新兴的一群青年艺术创作者，将在明年元月于明年就是1995年，这个是1994年11月的报纸。在2号公寓的旧址，就是龙江路的那个空间，重新组成一个维持过去替代空间风格的新组织，取名为新乐园。这样，那在这边他就有再次复述刚刚杜伟提到说，对，现在有19个人，然后里面有哪些，包含了6位曾经是2号的成员。这样，然后在后面呢，他前面讲了说，因为由2号公寓的旧成员组织的新乐园，他还是有个问题是说，那到底新乐园跟2号公寓有什么差别？所以他最后这边写说，新乐园未来的做法是不是符合替代空间的理想性，还是只是成为部分旧2号公寓成员洗牌的成果？那不妨用它展览的排定、人员运作的模式，还有对新人的审定与排他性做个检验，然后看台湾的替代空间能否步入常轨。这样，那这个就是蛮简单扼要的说明了2号公寓跟新乐园之间的渊源到底是什么。那在这边就是简单也提一下说，中间这一段其实有提到2号公寓为什么结束。那这个原因当然跟2号公寓作为所谓台湾第一个合作画廊的替代空间，当时大家在面对到的处境往往是美术馆并没有空间，没有地方可以给这些艺术家们展，所以自己做一个空间去展，但并不代表他们并不代表他们排斥美术馆的展览或者是商业画廊的机制。所以在2号公寓成功了以后，其实有蛮多成员就纷纷接到商业画廊的展览的邀请啊，诸如此类。所以到最后大家决定结束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2号公寓接下来到底要走什么样子的路线，到底要不要变成跟商业画廊一样，还是要走什么样子的不同的方式，并没有一个共识，所以结束。那在结束之后，所以刚刚我们看到2号公寓成员的其中6位呢，对于保有一个非盈利空间，然后可以在美术馆以外做展览的这件事情还是保有理想的，所以成立了这件事情。这样好，然后所以在这篇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先简单介绍了2号公寓跟新乐园的关系，然后同时对新乐园的未来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是有所期许的。那新乐园的确是承袭了一些2号公寓的一些特色，就包含我们刚刚讲关于合作画廊的形式，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到像是有那个座谈讨论会的录音，然后以及出版刊物等等。那座谈讨论会呢，其实也可以我想我们就不听了啦，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座谈会里面录音它到底里面讲了什么，但也是不外乎艺术家们介绍自己的作品。那在这一个录音以外，如果要看说，因为比如说这个是钱永的8种方法座谈嘛，所以大家如果要看跟钱永的8种方法这个展览有关的事情呢，只要往下滑就可以看到相关事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钱永的8种方法所有的相关馆藏。那这一个其实是在新乐园档案里面相对蛮完整的一个档案，就包含它前面如何开始有这个主题的发想，到每一个作品各自的状况等等，是有蛮完整的记录。那这个就是目前在网站或者是 Wikipedia 或者在这一本书里面相对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第一手的资料素材。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说，其中一个继承2号公寓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包含它的刊物的出版，也叫做艺术论坛。那艺术论坛其实在2号公寓的时间就已经出了好几期了，应该前面已经出了第7期。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所谓的艺术论坛就是摊开来看，这个好像是第8期，但其实它并不是隶属于2号公寓的那个旧的组织下面产生的刊物，而是新乐园艺术论坛第1期。那我觉得这一期是蛮有一个为新乐园艺术空间定调的一个作用。那如果我们要看，因为这边其实只看得到它的第1页的缩图，如果要看全文的话呢，因为我发现有蛮多人在使用的时候不知道原来还可以看全文。要看全文的话，其实是要按这边这个检视完整文件，然后呢就会得到这一份完整的档案。所以这个是1995年7月15号出版的这个艺术论坛。然后从它的目录里面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刊物有什么样子的想象，就是他第一个最大的专题就是去探讨什么是替代空间，基本上就是为新乐园自身的定位以及新乐园与2号公寓之间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做了一个梳理跟厘清。那同时他也跟之前2号公寓的艺术论坛有一些类似，就是他找了一些在海外的学者或是艺术家写了一些特稿，然后有一些观点性的分析，还有这个翻译。然后他们自己有办了一些演讲座谈，然后也有把这些演讲座谈做成文字记录这样。那其他的我们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慢慢看，但有一个我觉得是可以稍微我们现在看一下的，就是他们专访连德成的这一篇。那连德成也是2号公寓的一个相当核心的成员之一。那他在这里面他们就问了几个大问题，是一，台湾艺术环境近年来因为替代空间出现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啊？然后前面也讲了替代空间之死，然后这个新时代这个尚未来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还有提到画会跟替代空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这边呢，我自己先帮大家画了一些重点，就是说连德成在谈说，实际一点来讲的话，无论国外回来的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想出头就一定要有展演，那没有空间就等于没有机会。然后他中间讲说，那双年展这些的规定很死，然后现在美术科系的学生很多，他们是需要开放的展览空间。然后他在这边就再做一个对比，是说过去2号公寓常被外界批评为封闭，那因为只有会员的轮流展览，然后所以空间应该要尽可能的开放。那所以可以看到说2号公寓最大的批评就是封闭这件事情，因为只有2号公寓那固定成员的轮流展览。一些例外的状况是当刚好档期空出来，他们才会找其他人去填补那个档期。然后这个就是2号常被批评为封闭的原因。那新乐园到底要怎么样跟2号公寓不同？到底要怎么样尽量开放呢？就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这一篇，就是这个是新乐园艺术展演空间的组织要点。那它是1997年1月修订的。然后一样，如果检视完整文件会看到这个。好，那前面当然就是有简单的宗旨啊、组织架构啊、权利义务是什么的，然后可以看的是在后面这里，权力运作、新成员吸收。那他为了要打破封闭这件事情，首先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创新的尝试，就在于成员是以周期的方式轮，就是每2年为一个周期，然后除了常态的展演，那也就是让这些会员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个展以外，还有空出一些档期做弹性的展演，或者是
其他的用途。那由展览召集人负责召集策划专题展演活动，或提供越界性质的展演活动。那这件事情呢，就是额外讲一下，是说台湾普遍来说开始有所谓独立策展人的这个名称，或是策展人这个名称，可能要到1998年以后才有比较多的正式的讨论。但是其实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展览召集人在这些独立艺术空间里面去做类似策展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回顾一个台湾的策展史的话，去看在这些独立艺术空间里面怎么操作，而不是只由美术馆等等这些体制的策展人的机制怎么形成，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领域。然后所以再来就是新成员的吸收。那他每年其实也就虽然说2年一期，但他每年都会不定期的受理，就只要你有来申请，然后他就会看你的作品集要不要加入。那人数呢，以不超过总会员就是20个人为限，这样。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应该是在那之前一定很怕大家缴了钱或者是加入之后就跑走了，所以那时候有规定说，新成员无论何时加入，需缴满一周期就2年的会费，避免办完个人展演就退出这种投机的行为。然后虽然说这个很早就规定了，但是我想雅萍应该知道，还是有蛮多人没有执行这件事情。这样好，那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会员的周期，不仅是合作画廊形式的创新，它同时也是在回应了连德成在上一篇文章里面说的2个重点。那一个是避免封闭，然后另一个尤其是让年轻的刚毕业的艺术家是有一个舞台可以发表，才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关注，让创作可以走得更远。然后所以为了实现新乐园要成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平台的这个理想呢，有许多比较资深的艺术家，就包含前2号公寓的成员，然后以及非前2号公寓但同时也是新乐园的资深成员美丁眼，在第1期结束了以后就退出了新乐园。然后也刚好在第1期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本来由成员林纯如的父亲林晓东先生提供的空间呢，因为有个人的因素，所以没有办法继续用便宜的价格租给新乐园使用。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第2期开始的时候，新乐园是少了成员，然后又多了这个房租的成本要负担，因为新的空间的房租是比旧的贵很多的。好，所以这个呢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乐园搬迁新闻稿，然后这个是在97年他们开幕联合公演这个展览的新闻稿。好，所以这边其实就有蛮详细的讲到了为什么要搬迁。那同样是少了过去2年空间赞助的就是林晓东先生，所以成员的经济负担更重。然后但他也期许说空间使用的自主性却更强。然后一样叫做新乐园，但是有不同的成员组合，不同的运作方式。然后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这样。然后这边列出了第2期的成员的名单。那其实第2期开始是1997年嘛，然后这件事情呢，不好意思，让我在1997年的这个空间首展，就是包含了因为成员不足，然后租房经济租房的成本上升这件事情，让他们在97年的第1个展览就必须要用一个作品义卖的方式来去募集营运的经费。但这件事情并不是只发生在97年，也就是说因为成员不足以及然后就没有办法收会费，然后以及租房成本不断上升，基本上是在1997年之后到现在
都还是一直就是困扰着新乐园这样。那所以说会员流动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好意，但它在实际的这个运作上，其实也有它的一个难处。然后但是当然并不是说新乐园的营运困难完全只有这2个内部因素，那它在后期的有一些外部因素，就包含说，大概从2000年开始，台湾开始有比较多的替代空间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台湾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把这些闲置的公共空间或公有空间的再利用纳入文化政策，然后让年轻艺术家可以有一个展览啊、表演，或甚至是驻村计划的替代空间。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就比如说台北市那时候的台北国际艺术村，然后后来有比如说20号仓库啊，或者甚至是再更前一点的华山艺文空间等等。然后所以这个时候艺术大环境是已经多了很多空间让年轻艺术家可以发表。然后所以其实这也变成许多人会觉得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在新乐园加入新乐园有一个空间展览，我在其他地方其实也有更多机会可以展览。然后同时也是因为通常在新乐园展览以后，你有很大的机会会收到来自比如说美术馆啊，或者是画廊的邀请你去展。所以你在这边结束了，有了一个舞台结束了之后，其实你得到更大的机会，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那也会让很多人觉得说，那我好像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会员，或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加入新乐园。然后所以像这样子大家加入1期、2期以后就结束或是退出的趋势，大概在第3期的成员组成中是最明显的。第3期的成员组成里面只有3个是第2期留下来的艺术家，然后而且都不是创始会员这样。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在接下来几年之间，等于是迫使了新乐园又再一次的搬迁，就包含碰到房子要改建等等，然后一度让新乐园对外宣布要结束运作。那这部分的历史呢，我就先不多说。这样，我看我们的时间是剩半小时。然后所以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档案的描述里面，其实是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再仔细看。新乐园在2000年以后的几个大的变化。然后但这边可以再讲的是说，新乐园除了在组织上有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机制以外，他们在展览上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说在新乐园展出的所有作品都必须是你之前没有在其他地方展过的，必须是第一次的发表。那这件事情当然它的效果就是说，对于比较成熟的资深艺术家来讲，这个会让他们更有动力去进行创作。然后同时呢，也让新乐园变成很多新秀艺术家去得到专业经验，还有这个探索创作边界的一个实验场域。那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在2017年去看新乐园展览的时候，会发现说常常有很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那边展出，它其实是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目的跟企图。那所以如果我们看它的一些如果它成为所有许多新秀艺术家一个摇篮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展览大概有什么样子，哪些人是在新乐园出道的。那首先呢，这个可以关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995年王德瑜的个展。那王德瑜现在当然是台湾蛮知名的艺术家，然后他的作品呢是以空间装置最为人所知，然后他特色呢就是他作品几乎都是简单的用编号去写，比如1号到20号、30号、35号等等的。那王德瑜那时候应该才从大学毕业不久，然后在新乐园呢，因为加入新乐园之后就做了
他生平的第一次的个展。那在这个档案里面，就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创作时候他是怎么样思考他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跟空间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他当时是怎么测量这些图，因为作为空间装置去理解空间的许多尺寸比例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在他的个展的一些记录里面看到他当初怎么开始发展他的系列创作。那再来呢，还有第一次个展还有许唐发，后来改名叫做唐唐发。然后在这边呢的这个展览呢他在这边做完展览之后，其实很快，因为被其他策展人看到，所以就邀请他在1996年同年的台北双年展去做创作跟发表。那这也是回应到我刚刚讲说，许多人在这边创作，在新乐园出道以后，很容易就会受到其他画廊跟美术馆的邀请。那除此之外，还有洪东路。那洪东路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他的数位的创作，然后关于性别议题的探索等等。但他其实早期是先是吴天章老师的助手，然后在个人在探索到底要怎么样创作的时候，慢慢的转变到他现在的创作形式。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说，他当年的个展还有很多油画的作品。然后，但同时也有这些装置作品出现。这个个展结束之后，到洪东路的下一个个展叫做涅槃，大概有过了5年的时间。那在这5年的时间里面，他才慢慢摸索出要转往数位创作的这个方向去转向，所以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熟知、比较熟悉的洪东路的创作形式。但如果要看早期洪东路他如何开始他的艺术创作生涯的话，其实这边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进入跟研究的素材。那第3个呢，则是周成良。那周成良其实到现在是大家最熟悉的，都是他的那一些画作，但是现在要他看到他做一个装置作品，几乎是看不到的，这样，然后很难想象他原来早期有做装置作品，但是这一个在新乐园的展览，是真的他非常罕见，在装置艺术上面去进行探索的一个尝试。那其实我们刚刚这几个看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其实90年代。装置艺术在80年代开始有了之后，在90年代仍然是非常多的学生跟年轻艺术家去探索、去实验的一种形式。所以，即便你之后可能路径不太一样了，你创作的方式变了，但是在或多或少，在90年代，几乎人人都是要试试看做装置艺术这样。然后除了周成良以外呢，还有不好意思，那我直接点，还有他下面这个1998年的烂霸儿。那这个烂霸儿呢，是由黄义明、曾博仁，还有现在大家熟知的苏慧宇一起共同创作的。那当时他们才从师大毕业没多久。然后虽然说是师大美术系毕业，可是师大美术系里面在当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艺术环境，所以如果你要去知道说最新最棒的艺术形式到底是什么，你就可能要去像新乐园啊、一通公园这些地方去看作品，然后得到灵感，去学习。然后也是要有像新乐园这样子的空间，让他们去做一些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做的尝试。那这个其实也是苏慧宇他学校毕业之后第一次做的创作的发表，这样。那虽然我们在这边是看不太到现场，但是其实有蛮多去讲他们当年是怎么思考
创作，至于他们来讲，在这样子的空间有什么样子的意义？这样，那在这一个作品里面，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新乐园里面就是改装成一个酒吧，然后让艺术家可以直接的用一个轻松的方式跟所有的参与者进行互动，这样。所以从这些不管是个展也好，联展也好，所以不只可以看出90年代这个装置艺术的趋势。其实新乐园这些早期档案，让我们可以用更长的时间轴线去观察台湾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发展历程，然后对于理解台湾的当代艺术史是很重要的材料。这样，然后所以再回到这一本，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跟你说这个是台湾当代艺术一段不可不知的历史。这样，因为它新乐园孕育了非常非常多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当代艺术家的早期作品，然后靠着在新乐园累积跟学习，从学校毕业以后要进入真的艺术家创作职涯之前的这些经验累积，都是在不是都啦，非常多人是在新乐园里面完成的。那这个其实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做新乐园档案，以及新乐园档案为什么重要的这个原因。这样，那不过因为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计划呢时间有限，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是从2022年到2025年嘛，然后我们雄心壮志的是想说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些档案都把我们觉得急迫的需要做的档案做起来，但是因为新乐园毕竟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我们很难在这短短的3年之间就收纳这30年的历史，所以目前的新乐园档案是只有第一阶段，那也就是1995年到1998年的这一段时间的档案。那这段时间的档案刚好也可以跟之前2号公寓的成员的经历有相互重叠，以及到第2期之后，其实这些2号公寓的成员几乎就是退出了新乐园。那所谓2号公寓的这个影响力，也几乎是没有透过人为的方式在存在。这样，那最后一个呢，是想要再回到这个档案本身。像我刚刚讲到说，新乐园的一个最大创举，在连德成口中是为了要摆脱封闭的这个机制，以及为了要给年轻艺术家有更多的展演的机会，采用档期，应该说采用周期会员这件事情，因为2年一期。所以大家在看这个成员资料跟展览资料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也是用第1期跟第2期来做区分的。那也因为其实每一期刚开始的时候，成员其实都要缴交自己的简介，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在第1期，比如说第1期有杜伟的资料，然后这个是他的简历。那在第2期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杜伟的资料，这样，因为他们是每一期缴交的。在这里这样，然后这一些成员资料，除了说可以看到艺术家他们自己早期的创作跟整理以外，其实偶尔也会看到像杜伟这个吧有最低消费，那这个是在这个展览是在一通公园做的，然后这一个展览呢，则是在前艺术的空间做的。所以其实看新乐园艺术档案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光看到新乐园艺术空间本身是什么样子，跟它展览的状况。你透过成员的资料，也可以看到这些成员当时在其他的空间有什么样子的创作跟发展经历。这样好。那我今天时间控制得很好，所以稍等呢，今天这个是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次新乐园艺术空间档案的亮点，然后我们会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来进行换场，然后邀请雅萍跟尤薇一起上来跟我们语谈，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先趁这个时间休息一下，去上个厕所。我们2点55分的时候再继续，谢谢。
好，那谢谢大家没有走掉。然后坐我左手边的这个是雅萍，然后这位是尤薇，这样。然后我觉得刚好有一个时间点是蛮有趣的，就是继续新乐园出版的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是2008年，这样。2008年刚好也是雅萍加入新乐园的这个时间点，所以2008年对两位来说都有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这样。然后所以我自己这边先准备了一些问题，就是请尤薇跟雅萍做一些分享。然后但当然等一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欢迎大家现场发问，然后线上的朋友也可以留言提问这样。那主要2008年这件事情，我想说也可以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尤薇是因为这个毕竟是1995年到2008年的这个档案嘛，所以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脉络，以及尤薇身为一个对90年代有非常多亲身经验，又策了展做了研究，号称90小王子的身份，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对新乐园有什么样子的印象？什么样子的经验？那雅萍的话，是因为2008年是雅萍加入的时间点，所以雅萍为什么加入？然后当时对新乐园的印象又是什么？就想请两位帮我们分享一下。好，因为那个谢谢Nicole，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对于新乐园的一些经验跟看法这样。那因为那本书其实出版时间蛮久的，然后所以当初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呢，非常认真的在 Gmail 里面查了一下，究竟当初联系的是怎样，因为其实我蛮多细节我自己忘记了，然后后来查就发现说，其实这个 Gmail 大概也是2004年才开始的一个的一个线上的服务，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有点像是在这个爬书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好像你也发觉，你的人生好像也刚好就是跟这个线上平台的转变蛮有一些关联。然后从比较早的 email 里面就是有查到，就是我就想起来说，当时其实是那个时候的原点出版社的编辑就是雅倩，他那时候有写信问我，就是说他们想要出版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开始其实这个书其实并不是新乐园他们自己本身有这个出版的计划，而比较是出版社一个独立的出版社，他们对于这个题材有兴趣，然后才想说要出这本书。那因为会有这个契机，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就是现在的那个很有名的平面设计师何嘉欣，他当年呢其实刚好在2007、08年那个时候，刚好是新乐园的其中一期的成员，所以呢，因为这层关系，所以他跟这个雅倩其实有聊到，新乐园在那个2008年那个时候，他们想要做一个10周年的展。不过其实那个时候新乐园其实已经13年了，所以他们应该是说，就是原本要做10周年的展，可是一直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就是拖到第13年才做了这个10周年的展。然后当时雅倩就是这个编辑，他知道新乐园要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契机，好像可以用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去出版这本书，然后所以才开启了这些合作这样。那当然当时也是非常荣幸，就是可以受邀，就是为这本书撰写主要的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因为刚好那2年的时候，我其实刚好从南艺大艺术史艺术评论所刚毕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典藏今艺术当采访编辑，然后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那阵子其实那2年的期间，其实蛮深入在台湾的各个替代空间的展览当中，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的采编是有分不同的线，那我的线其实比较偏向是公立的美术馆跟这个独立空间都会去跑这样。然后，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乐园的蛮多成员，其实之前有跟他们都有在一些展场当中碰过面，包括像是蔡海如，或者是像是这个吴宇堂等人，就是他们在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层连结的关系，所以在当时有这个机会可以写这本书这样。那后来这本书就如很多的出版计划一样，最后并没有如期的在那个展览开幕之前，这个书就上架，就是所以后来其实有点delay。到
然后不过不管如何，从现在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因为对我来讲，其实重点可能并不是这本书的里面的内容的只有这个部分，而是透过写作这本书的这个事件，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是push 了这个新乐园第一次去这么大规模去整理就是过往的这些资料，然后也因为这些资料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有一些不足之处，所以我的书写工作有点像是补了一些早期的成员的一些访谈，然后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整个出版计划我觉得是有一个档案建立的一个契机，对，一个最初始的阶段这样子。我亚萍，我加入新乐园是08年，但其实之前就要加入，但我每次都忘记，因为我老师是徐询蔚，他是新乐园的成员，然后我学长陈松志他们也是在这边发表很多新作品，然后我因为很喜欢做装置，那装置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实验性很强大的空间，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投，但是因为就是刚毕业就要工作，所以每次等到想到时已经是最后一天或是隔一天，其实你是来不及的。那因为我原来的背景，就我大学是念视传，我是念设计的，那因为我的课程是因为我的老师徐询蔚是艺术家，那我们当时那个系很神奇，是它虽然叫视觉传达设计系，但我们出了不少艺术家，这件事也蛮妙的，就是我们老师对我们的宽容度很大，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去做一些尝试。然后那时候加入，我觉得刚好我在创作有一个瓶颈，对于装置媒材的问号。然后如果你没有空间，就像刚刚上面 Nicole 讲的，没有空间你要做装置很困难。然后我在空间装置跟装置艺术这2件事情上，我在思考那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要说我怎么回应这个空间，我一直觉得我在那个地方卡很久，那我就想说那我试试看，我就投，然后就上了。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刚好是10周年的那个展览，然后就是有一个常常受到一些惊吓，惊吓就是参与成员的每一个月的那个会员大会，那个惊吓就是我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但因为资讯量太大，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吸收。就那个讨论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就是刚刚大家看那个会员组织结构，等到我加入的时候已经不只是1页纸，它可能出来是3-4张 A4 纸，经过每一年的修正，到了17年的时候已经是不知道是第几版了。所以大家看到上面那只是一小部分很可爱的会员章程，因为它其实这些资料放在新乐园的会社资料库锁起来，我偶尔会打开来看，会觉得蛮励志的，就是有一些看起来像班会的架构。那你说新乐园这些资料是不是很有一开始就有规律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就是我其实蛮感谢我们的行政，就是比如说海卢他们这些人，其实所有当时的艺术家会下去协助整理，他会有一个架构给你，然后透过那个架构跟不同的行政的建议，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没有所谓的专业行政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透过每次讨论，就是比如说当时嘉信的工作经验，我在学校的工作经验，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会更好，所以就开始一直修改。所以到08年我加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有规则的在做会员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规则到最后也会碰到连德成老师讲的开放，因为我们太规律了，我们的开放性又没了。就是我们的会员其实早就超过20了，是因为我们并不是1个人1档个展，而是可以2个人1档，主要是因为艺术家当时的收入不稳定，你说2年48000，很多艺术家出不起。所以我们后来就容许2个人1档、3个人1档，导致后来还会被骂说你们3个人1档也叫做个展这件事情。可是他很想做创作，我们有时候会容许。那后来我们又开会，就那骂了几年之后，后来要开会说极限就只能2个人，那3个人你们就要做策划。对，就是其实这样子你说公平嘛，其实这很难讲，就是那个讨论的过程中是很难。但对我来说，另外一个冲击就是10周年展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前置我其实搞不清楚，我进去就已经要展了，
我进去的时候就已经要展了，然后当时的文祥老师又说：“你们是新进来的成员，大家一起展。”所以我们又进去了。所以我其实当时是新成员，还没在新乐园个展就进去。然后当时的新乐园就放空城，有一档就放空城，因为全部的人都去关渡美术馆，所以那一档就叫做，大家可以去查，叫48000。因为我们缺钱，就是因为我们一档展览的成本其实早就超过48000，所以那时候那个 DM 的是阿彬的脸，就是彬的脸，然后画了一个钱的符号，就我们缺钱这样，然后就是一档48000，每件作品都卖48000，一半给艺术家，一半给新乐园，对，但其实没有卖出啦，对，就是没有募到款，其实那时候募款就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然后这一档展览很有趣，是因为有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不见了。就是上面有名称，但是他的作品好像在规划时出了问题不见了，所以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内部讨论。那当时这个展览有一个蛮突破性的事情，就是他其实有架设一个网站，有非常强的内部讨论，但这网站已经没了。然后我们艺术家每2个礼拜会进去拆解一次自己的作品，去侵略别人的展览，就别人的作品，然后互相侵略在里面工作。它其实是展示个艺术家之间的内部工作状态给大家看见，所以每2个礼拜就会有一个座谈，就会发现有些艺术家不喜欢这种互相的权力侵犯的过程。你说那个艺术的界限的侵犯，有的人觉得你的作品到我的作品好像形成一种对话。其实我在那时候有蛮大的冲击，我从来不知道是一个每个艺术家，我当时就是想得很简单，因为海明老师说大家都可以这样玩，我说很开心，我就去玩了。玩完之后，结果那个月座谈会我就尴尬了，因为我的作品就是洗甲到处夹这样，然后有的艺术家就发现他不喜欢，然后就有点挫折。那时候刚进艺术圈觉得艺术应该就是很多实验性，可是你的确在那个实验性会看见很多不同的面向，所以这个10周年其实它有很多就是现在你们看不到，就是你即便只有资料，或你来新乐园看原始资料档，它可能只有这些东西，但它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是其在10周年就几乎尝试完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讲会有点远，就是这些资料你会看到一个新乐园很前期的，比如盖一间房子的地基，它就是长这样，这个地基它后来就长出了非常多架构，那这个架构原来的开放性久了又会变不开放，那我们要不要变成画廊？其实我们后来试过，在尼寇开始认识新乐的17年之前我们试过，但后来发现我们都不是个商人，我们不会卖画，我们这个不擅长卖画的人，但我们去了艺术博览会，我们真的有去实验这件事。事实上在我加入之前，他们有去过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就是也有个资料上面是显示有，但感觉上也是去展览，也是没有卖作品啊，就是我们都是自在参加，然后推荐大家出去，但不会卖作品去土地自己。那艺术家在新乐园有没有卖作品？他其实有，但是就是看艺术家要不要分钱给新乐园这件事也很佛系，所以这个单位到后期就是佛系般的活着，这是一个他很奇特的方式。然后你们会看到这个架构，它有个会员大会，也就是说这个会员大会是最终20个人决定这个空间下一年的走向或下年的走向。那它最早的结构是成员不可以超过20个人，但我加入时我们是39个人，所以其实已经突破那个极限了。但那个突破极限其实也跟我们的某些现实考量有关系，所以它其实是和很多是现实运作的交错的结果啦。到17年时我们又开始往下降，那其实也是回应艺术环境更多艺术组织，尼寇刚刚也有讲更多艺术组织，更多游击式的艺术方式，所以它会有一个对外界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新乐园内部整个结构的变化，就大概是这样。对。刚刚那个讲到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好像可以也从这次的新乐园档案里面讲2个例子，就一个是1995年的那个钱勇的8种方法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会尽量分开来，比如说我们认得出来说这个是谁的作品，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 record， 然后其他的做成其他的。但是做到王泽瑜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疑惑，是因为他的所有的作品照里面都有别人的作品，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作品？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后来找到德语老师本人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那一件作品呢，就是蛮恶搞的，但是出于一个好的恶搞，不是真的恶搞。在每一件作品旁边再加了一盏灯，然后所以如果你要看王德瑜的作品呢，你只要到某一个台子前面把开关按下，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作品的在不同灯光下长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是王德瑜的作品，他的作品就在于让你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其他作品。然后我就想说，那这个对其他的艺术家来讲没有问题嘛？因为毕竟如果今天你要改变作品的灯光，对现在来讲是现在的状况来讲是蛮难以想象。他就说他没有跟别人讲啊，就是就是这么任性的事情啊，因为他负责做策划、做统筹的行政，所以他就是依着自己的任性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蛮好玩的。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是像我们刚刚看到档案的每一个展览名称其实都有一个英文翻译，因为这个网站是一个双语的网站。但通常那个时候在新乐园的展览是没有给你一个英文的一个名称的嘛，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翻译。然后其中有一个展览呢是由姬俊明跟罗俊杰这两个，其中一个也是现在是设计师做的展览，然后展览名称叫做假尸，就是假的尸体，然后杜以特杜以特很像是一个人名这样，然后所以我在看那个展览的时候非常非常疑惑，因为展览里面完全没有任何跟尸体或者是跟杜以特这个名字有任何关联的东西这样，然后所以我就盯着这些材料大概盯了2天吧，然后我就一直重复的念说假尸杜以特是什么，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台湾人就是不能放过谐音梗这样，所以原来是 just do it 这样，然后所以我才终于理解说就是大家还是就是这个玩心是很强的这样。然后其实也是在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从早期因为其实是1995到1998这段期间，想必那个玩性跟那种野生的感觉是很明显跟强烈的。然后所以也想问说，尤薇刚刚提到说你在杂志里面是负责做独立艺术空间或是替代空间等的采访跟编写等，那所以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就如同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知道新乐园，我只知道说它好像是一个大家很常提到的空间，那能不能把那个年代可能新乐园到底在大家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空间，或者是什么性质，具有什么样子的角色跟功能，帮我们回忆一下这样。其实我对新乐园的个人的参与经验，也不能说参与了，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观众了。然后我觉得大概分两个不同的时段好了，一个是在90年代后期的时候，因为刚好新乐园成立到2008年这段时间，我大概有2/3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南部念书，对，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我并没有很常去新乐园，对。可是我觉得新乐园在那个时候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就是90年代后期台北替代空间，你就一定是去一通新乐园、竹围，然后当时还有前艺术很短暂的时间，大概就这几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每次偶尔上台北就是看展览，然后可能跑完美术馆之后，就是会去这几个地方，所以几乎已经变成是某种念艺术科系相关科系的学生们，就是在台北，就是如果你要看最前卫的当代艺术的话，就是这个都是必去的一些点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也说明了，其实新乐园在当时一直是新锐的当代艺术的新秀发表的场域，对，所以在那边总是会发现非常我就是觉得在当时来讲其实很前卫的展览。那我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应该是杜维有一档叫做《雾出没》。对，然后那档应该是还在辽宁街的时期，然后那档展览里面呢，进去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就是你几乎觉得它就是根本还没有开始布展，就它连布展的状态都没有。去呢，大概只发现空气当中有一种就是有点像水雾那样子的状态这样，然后让你开始就是好像为了要
逼自己看出一点什么，所以你会去观察这个 B 面上面好像有一些水汽之类的。那我觉得那场展览就对于当时我还在念书来讲，其实印象很深刻啦，就是觉得说好像当时台湾对于特定场域装置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推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种状态，就是艺术家可以用这么观念性的方式去转化一个场所。那此外，我觉得还有在当时其实还有几档，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像是我觉得像那个唐唐发，就是许唐发的那个塑胶纪念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整个宣传文宣上，他其实并不是写什么艺术家唐唐发就要办一个展览，他是讲说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有个人叫许唐发，然后就是很喜欢收集塑胶的制品，然后把这个塑胶制品做成了一个纪念馆，所以他看起来就是用一个好像我是一个素人，然后我来这边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纪念馆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在这里面你会隐隐然的觉得好像展场这件事情的功能被转换了，就是艺术家开始很极致的在操作展场的意义。所以展场它不只是展场，它可以是一个纪念馆，它可以是一个卖场，它可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是某种程度上新乐园我觉得90年代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成为当时台湾特定场域艺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场。因为我觉得像新乐园其实就跟大多数的替代空间很像，其实他们的空间属性通常都会有点介于私人空间、商业空间还有一个白盒子空间之间。所以呢，它其实进去看起来并没有你要说它是一个彻底的白盒子，它当然不是，就是它有一个很低度的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很日常感的一种装潢在里面。可是你要说它是一个彻底的这个特定场域，它其实也还好，就是它总是还有带有一些白盒子空间该有的一些元素。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点介于一个很完美的，就是这个一个有日常感的特定场域跟白盒子空间之间的一个过渡的状态，所以刺激了很多艺术家去用各种方式去操作这个空间，有时候是在空间的形式上面去做回应，有时候是在场所的意义上面去做回应。然后我觉得刚好，其实在9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当代艺术里面重要的一个趋向啊。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大概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像是吴玛丽在这个1994年那个时候在94嘛还92年那个时候在北美馆的 B04 的地下室所做的那个伪装展，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完全空白的展场。然后这个黄海明当时已经是一个活跃的艺评家，男扮女装，然后在那边假装是一个展场阿姨，就是跟大家介绍看不见的作品。那还有像吴玛丽后来在这个台北双年展里面1998年那一届好像有做了一个叫做宝岛宾馆，就等于是把北美馆的场域变成了一个这个爱情宾馆的一种模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某种程度上都承接的90年代这种对于特定场域，特别是特定场域的这个场所意义的功能的操作跟转化上。那我觉得在当时新乐园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试验特定场域装置可能性的一个场域。对，那我觉得后来在当我写这本书2008年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当时的新乐园已经跟90年代非常的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还是在于你会发现说艺术家的个人主义变得比较强。对，就是因为这讲起来可能会有点长了，可是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第一代的替代空间有点像是怡通2号公寓，那个时候比较有团体性格，所以呢艺术家们可能是在基于某种他们共享了某种美学态度而聚集在一起。那怡通可能是比较语言是比较是来自于就是留欧的这些海外归国的艺术家们所聚集的一个社群。那2号公寓呢，就会比较是从纽约、美国、北美这边回来的艺术家，他们两个的所创造出来的前卫不太一样啊。我觉得一个是比较入世的前卫，一个可能比较稍微出世一点的前卫。那当然2号公寓是比较属于入世的这一端，因为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受到80年代
纽约的那时候的另类空间的影响很深。那当时的80年代纽约的另类空间，他们的政治态度其实都非常的鲜明可能是女性主义，或者是这种后殖民或者是对于站在边缘的角度去这个跟中央对干，像这样子的态度其实还蛮明确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跟当时80年代的后现代理论这个整个混合在一起，所以当这些东西在台湾艺术圈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第一代的替代空间很有一种边缘包围中央或者从边缘去对抗中央这样的意识形态在里面。然后新乐园、竹围这些空间比较像第二代的，对我来讲有点像第二代的替代空间，他们的政治意涵有点不太一样。那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新乐园在里面有个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其实就是让当时这些替代空间原本的意义在转化过程当中，艺术家如何在抱持个人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组成一个像是类似团体的社群。我觉得新乐园一直是在这两端拉扯。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会延续到后来2008年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双个展甚至3个展这样子的形态，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替代空间早期的这种美学政治的态度比较消散在变成是个别艺术家，他们可能是因为这种展示经济的考量，对，可能必须要在最小的成本下去做，能够去发表作品。这种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个人的出于展示经济的考量而产生的一种需求。那当时的新乐园其实我觉得会有点像这个状况。那当时在关渡美术馆的时候的那个10周年的展览，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某种程度上他们试着召唤90年代新乐园的那种状态。那这个状态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艺术家如何在保有个人主义的同时共同合作一件事。其实这是一个很乌托邦的状态，因为确实我觉得就整个展场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像亚萍刚刚有提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并不喜欢被介入，对，或者说即便今天有一个介入的邀约，就是这个可能会让他们很迟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9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个个别艺术家共同合作一件事这样子的一种乌托邦的状态。那在2008年那个展览里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时代氛围的不同。好，我觉得刚好也可以顺便讲一下，说其实应该说，即便到现在，就是新乐园原则上定位还是一个合作画廊，这样，他跟他一开始的时候跟宣称自己合作画廊的名义似乎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就如同如果我们去看现在还存在的从90年代中期成立到现在的艺术合作画廊，一个就是台北的新乐园嘛，另外一个现在还在，其实就是新滨码头艺术空间。那这两个所谓的合作画廊到现在其实合作的性质是越来越淡薄了。所以现在对我来讲，我要说现在的这个新乐园或者是新滨仍然是一个合作画廊的形式，多少都有点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这样。然后那想要问亚萍的是说尤其是以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2008年的左右加入前跟加入后，你对于新乐园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可以大概在2010年之前这样。因为我念的是设计系毕业的，所以我其实没有艺术家的同学可以讨论。我的同学都是乍萍你很棒这样。那我其实比较希望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加入后是很期待那个每一次各展时的艺术家讨论的状况。但事实上是那个时候状况便已经不太好了。艺术家的当时聚会的状况没有很好，跟当时开始比如说有铁道艺术村更多的展演经验，或是征件展、桃园创作奖我2004开始有桃园创作奖嘛，现在桃园国际艺术奖开始有很多比赛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艺术家的机会越来越多，可以去到台北国际艺术村，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时，艺术家的聚在一起的讨论力其实变低了，跟我在大学时参与时已经差很多。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内部讨论说我们要还有第二个就是 FB 的崛起，也开始改变了大家一定要进新乐园讨论这件事。所以我们
那时候的内部讨论跟我以前的想象有很大的落差。然后事实上比如说，但是那个团体性格我们有没有尝试在突破？有，就大家在 FB 可以找到一个账号叫黄长寿，那其实是我们一个展览叫做谁是黄长寿。那为什么呢？因为新乐园其实就是一个香烟的名字，它原来就是用那个香烟名字来成立这个艺术空间，然后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展览叫谁是黄长寿。那这个展览其实是3方联展，就是我们跟非常庙和新兵一起，但其实我们以前就是会跟这2个空间做一起交流或一起做什么事情。我们本来就有，比如说以前会跟台湾新艺或是57工作室，就有些都已经不见的，我们会有这种空间联动的性格，就我们跟谁在做什么，我们就去找他。所以其实那个应该是说，作为一个个体或是外围包围中央这件事情，在我加入之后，它有一些改变。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想要谋生这件事情，其实那个企图心会更强，因为补助的经费就这么多。然后再来就是国家政策走向会影响你的一个空间补助写的方式，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绝对性的影响，所以它也会还有一个自媒体的影响，也会影响艺术家对你这个空间的看法，就是曝光的，就各式各样的影响，对于这个艺术空间来讲，它有非常大的冲击。那我们在这个冲击中期有很多讨论，例如我们有会员大会，但我们没有什么总监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声称人人都是新乐园，所以如果你要讲新乐园，这20个人要同时都叫到才能代表新乐园。那这件事情本身是荒谬的，所以我们会漏失掉很多对外的公共连结邀约，所以我们就开始从石石彬跟嘉欣他们在我进入之前就提出说，我们一定要出现一个总监这样的人去做对外连结，不然我们又继续封闭，在内部一直各展，那这样又回到前辈们说的封闭机制，又没开放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有个人去。但这个角色产生之后，我们又要面对其他冲击，就是太固定的成员结构，虽然不是只有固定这10个或20个人的个展，2年换一次一群人，但你始终只是个展这件事情，因为他是用展览来看你，但他不是看这个展的人是谁。事实上，每次新乐园每2年换一期时，至少会少掉2/3的人，也就是说，至少2/3的人会消失，会换全新的人进来。这就是新乐园艺术空间，它永远都像新生儿，一直在推出新作品，但它有一个不成熟度的原因，因为所有人进来就是要实验一种我从来未实验过的可能。所以大家在看它的时候，就它可能没有办法像一通是很成熟的展览，或者是非常妙，或是其他艺术空间开始有些很成熟的展览。但当时也有，我后来观察那些真件的取向也有变，很多艺术家已经取向走想进入商业化的取向，所以投件者越来越多是绘画类的。所以我们有好几年通通都是平面很多，然后大家都说为什么新乐园很像画廊，这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投来的会员很多是以绘画做出去，但他可能加入完2年新乐园，他后来去做别的事情。其实他那个状态是你很难从一个展览里面看这个结果。那如果你说现在新乐园跟以前新乐园有没有一样，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是我目前没有20个人，我们可能只剩10个人。然后我们目前先暂停的那个会员的招募就先停，因为我们搬家这件事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第二个是当初尼寇找我的时候是我们还在台北嘛，那2020的时候我其实我刚从学校之前，然后新乐园又遇到了没有国艺会补助的事情，那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艺术空间，我不再称我们是替代空间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我们要替代什么。替代空间在某个时代它具有很大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可能是第2个阶段的替代空间，但我们在2010到2011时，我们的一个成员联展就找赵世生老师跟泰松老师讨论过，我们还需要替代空间吗？那我们还是替代空间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大家想一下，其实很早，大概在2011年以后就没有替代空间。我可以很直接这样讲，是因为当时艺术空间之多，只是它存在的时间不一定长。例如我学妹成立的荒原，
5期也成立了一段时间，所以但他们时间虽短，他们也做了很多很棒的实验跟尝试。14年太阳花之后，空间的定义又被改变了，空间跟艺术家的定义在这个社会的定义也被改变，因为其实他们上面还讨论了一个叫做艺术空间的社会意义嘛，社会责任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我一直以为社会责任是现在才被迫我在写计划书时要写的，原来以前他们就有想过这件事情。那新乐园到了要面对社会责任时，那你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不可能永远就是20岁时那个冲撞实验性格。那当你累积了很大的资本，或是接受了很多补助时，你的公共性在哪？其实就是太晚离开而走不了的我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加入的有点久，现在新乐园最老的有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再来就是郭慧婵，他是新乐园新秀艺术家的获选艺术家第1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慧庆。现在新乐园最资深的就是我们3个人，我们3个人如果聚在一起，就可以把前中后都凑齐了。对，就是我们3个人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它的公共性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候想了很久，因为我大概14年就已经结束我这个行政职了，我就觉得交给下一个人，我可以走了。然后但是我走的是，其实是我去学了别的事情，我去看其他的空间这件事情怎么运作，别人的公共性是什么，为什么新乐园会变成一个好像衰退的机制。我离开那一年，好像刚好新乐园被拿掉1次国议会的补助，第1次被拿掉。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是那个教训就是要回归成员大会的讨论，大家要不要改变？不要啊，不要就继续转嘛，继续转就是再被打1次。后来有1年又没拿到，那次就很惨，刚好那一年要20周年，是个很惨的过程。那20周年就把我们的积蓄花完了。然后我们就进入新乐园最痛苦的17年到18、19年，很长，到2020都是，然后就跳入疫情，然后接着就都更。所以其实我觉得新乐园的内部开始整个转向外部的公共性，其实第一个是补助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要不要面对这个社会已经不太一样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要回应社会，就艺术家回应社会变成其中你的一个责任。当然这样讲，很多艺术创作者说我不需要，你可以选择不需要，但就为新乐园艺术空间这个单位来讲，它有那个需要性。再来是我们那么多成员已经是个成熟稳定的艺术家，那我们还有这个空间累积下来的所谓文化资本，那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新乐园的新秀艺术家停掉，就变成新秀策展人，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策展召集人这件事情，这个运作到我那个时候都是，所以你看到很多新乐园上面写的策展人，很多都是新乐园成员，因为我们透过我们自己两年一轮中有4档策划展，是我们的自己的练习的过程，我们在那里面学会所有的策展的运作机制。第二个，我所有的行政都在新乐园学的，从台北市文化局、国议会、文化部一路全部都学完，所有的包含研究或是集体访论都是这个地方学完的。所以我会觉得新乐园是一个你用展览看它不甚公平的地方。就是说你如果用一个展览去看一个艺术单位，你会发现它长起来好像就是要有一个伟大的展览，但我可以跟你说，它原来一开始的展览也许不是它最终最成熟的那一个展览，但它可能是一个艺术家的起点。那为什么要暂停这个会员机制呢？那是因为我们被诟病，就是我们一直换人，我们一直换成员的关系就显示我们不稳定。可是我们在换成员的过程中会长出新的计划，例如我们有录像征件，就是录像影展征件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2020当时的成员觉得他要一个纯粹录像的影展，不要再有什么科技艺术，我就只讲录像。我说好，那你就做，你们写，我去找资源，帮你们写好计划，我去送。所以这个录像影展征件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你说一直换成员这件事真的不好吗？其实我觉得委员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难去想象说这个运作是这样跑出来，它不是我想的。录像影展征件是当时的成员想的，新秀策展人是我转换的，但其实我转换这件事情是我提问。我其实是用一个征件计划去提问，请问艺术空间一定要一个独立策展人吗？他才能显现他的独立性格吗？我提问啊。所以我自己做吗？没有啊，我就找好地下嘛，也是新乐园成员成立的空间，然后找新兵我们的老朋友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提问。那你就会发现3个空间3种性格。为什么？3个空间办的每4场课程，就是你去华尔东的，你就这3个空间的4场课程，你会发现每个空间他想锁定的目标不一样，他们的性格就会出现。对，那我就会希望在这3个空间的12场讲座，可以让大家看到艺术空间的多样性的样貌。而我不一定完全是策展人他展出什么东西，事实上新乐园是策展人提了什么案子，你很确定你要这样写，就是来函照灯。例如去年跟今年每一年都是啊，那个录像影展的策展人就是他们的论述来了，我也不改啊。只要你敢写清楚明了自己在干嘛，我就全部登上去。其实新乐园那个机制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部分架构啦，其实目前的新乐园都维持。那我觉得我今天坐在这里的作用，就是我利用他们原始的，其实那就是他们对外的公众性。我自己因为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我从一个第三的角度看它的公众性其实就是留下来这些不小心好像规格化的结构，然后我就要去把它转成其他可能性给其他人用，我不一定要给我们会员用。所以你看新乐园很多计划其实都不是会员成员自己在用，很多来参展的艺术家根本就不是新乐园的成员，甚至比如说我们合作的策展人他想要带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进来，我也 OK 啊。对啊，大家会勇于想要认识新的人，但我不一定要再把这个资源放在我内部变成我们会员，这是我们现在的共识。我们可以写很多计划去连接很多人来支持其他人，但是不是要把这个经费跟东西放在我们身上，已经不是我们那么在意的事情。那再来就是上面有写说我们加入了金山所在，其实是去跟别人再成立了一个新空间，就是我们在跟另外一群人成立一个新空间。就是我有点想要成立因为当时正好竹围收掉，那我有从竹围去驻过村，那我觉得需要一个不受公部门控制吗？不完全受公部门营运的艺术空间在桃园，艺术组织在桃园。那这个艺术组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它不一定要是艺术家，它可能是文化研究者或是什么。因为其实当时竹围出去的很多艺术或文化工作者，他不完全都是艺术家，他很多是文字或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所以我就找了我两个朋友，我们就去成立一个，因为他们两个完全跟艺术圈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成立了那个艺术空间去做艺术进驻这件事。可是事实上这对新乐园来说非常吃力，因为我只有一个营运补助，但是我要做超乎我预期的事情，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它的公众性是什么。所以当有人在谈说替代空间的时候，我会说其实替代空间已经不存在了。你今天你可以去租一个空间，然后我就声称我就是可以做一个展览，其实现在很多都这样啊。你觉得你需要替代什么吗？我觉得没有，因为现在个人主体性已经很强了。比如我以前自己在龙潭的市场，我就租了一个1.5坪大的空间3年，我在那边做展览啊，那也是个艺术空间啊。高雄的盐城也有个1坪书室啊，就是说当你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空间组织的时候，那是不是还要用替代空间来称呼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不用了，我觉得是不用了，除非你今天有个社会性的意义去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可以再用吗？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啦，对。好，顺着刚刚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雅萍讲到关于策展这件事情，就是新乐园其实应该说台湾的补助机制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出现了嘛，那时候已经有国艺会的补助，但最一开始其实文化部文建会对
然后，但最一开始其实新乐园没有马上申请，因为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但就像刚刚我们在介绍档案以及亚萍讲到的，就是会员人数始终不稳定、不足，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经费这件事情，它最终对于营运造成了困难。所以差不多在2002年，总之是2000年初的左右的时候，新乐园才终于决定要去申请。那要去申请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你要申请补助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你要先登记嘛，你要先登记立案，然后你才能够申请补助，你不能够用一个个人身份去申请补助。那登记立案这件事情，它其实就让一个本来是缺乏一个中心组织的合作画廊，它突然多了一个有行政中心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单位去处理跟行政还有补助所有相关的事宜。然后有了钱以后，当然也对新乐园来讲是蛮大的益处，因为以前只能靠会员的会费收入的话，其实你不太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有了补助之后，他们反而是有了更多的资源，也开始逐渐转型，说我从一个单纯的合作画廊变成一个我具有一个策展能力的单位。所以对我来讲，新乐园的转型的时期，从一个画廊到成为一个策展组织，大概就是在这个去得到补助的时间点开始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视角拉回档案来看，就它其实也完全可以想象说，对档案它会完全有不一样的影响。是像我刚刚讲到说，早期合作画廊因为是分散在各个会员手上，是这些记录，所以我们要去收集档案的时候，有时候是要从成员身上去拿的。但是当它有了一个比较中心的行政组织跟单位了以后，在档案的整理上，或是档案的类型上，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地方？想先，对，你说我们现在吗？对，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写过一个书写计划，就是要研究新乐园，然后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然后用3种不同的角度去看新乐园的内部资料。因为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我们没有其他东西，然后这本书又不具其他可能作为一个研究者想要看到的实际内容。那我们的官网上面也只有公开资料，就像尤薇当时写这本书时，他有些也是公开资料。所以我们想要透过几个比如说我们的大型策展哪些专案计划，然后我透过组织架构，3个人从3个方向去研究出几篇文章去形塑这个东西。那事实上我在看新乐园时，其实新乐园有2个蛮分裂的架构，一个就是会员组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展览架构。其实这2个不会完全的 match， 因为有时候展览架构里面的个展跟会员是没有关系的。例如今天有会员他可能家里有点状况或个人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展览，他就要找另外一个人替补，这是我们很内部的规定。但是有时候那个人其实跟会员是无关的，那你也没有办法解释说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时候你看档案资料，我自己都，比如说我加入之前，我很多是不确定的，我会去问他们说这个是谁，那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因为那个谁没展，所以谁来补。就他比如说有些老师是他虽然是会员，但他赞助，比如说我记得廖仁义老师是赞助档。然后后面有几个老师，蔡子芬老师也当过赞助，就他的展览档期他让他的学生来策展，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师是用这个方式去做一堂展览。其实我也做过，我就是让我的艺术家朋友跟我的学生一起合作做一件作品，所以我那一档也是做策展。但是我是要让我的学生了解到艺术家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它不是一个开幕时的 party，而是它前面要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透过那个展览的操作过程，让他们实际去参与去经验，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当我开始做这研究计划，是因为新乐园其实在20周年前，从14年就做过一次研究计划，我们拍了非常多影片，还有其他空间，包含可能我印象中包含收掉的那个 TCAC，
我们访问了很多艺术空间的老师们，还有当时也访问了非常妙啊什么的，然后就每个艺术空间从一开始到后期的运作机制，其实我们都有做，只是我们都没做出版，是因为我们无力。就是我们觉得一个艺术组织其实真正参与实际运作就这些人，比如说那时候会做这个研究计划跟访谈影像记录的，就我跟文藻觉得要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去当时也找了吴木清，然后大家一起做了很多，所以20周年有展出之后，这些都进库房了。然后想要再做的话，就是再做这样的访谈到底有没有那么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蛮奇怪的。那我觉得可以透过书写者的方式，就透过比较现代的艺术或艺术研究者的角度去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也许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未必要是我们的自述。对，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处理新乐园档案时的角色，会是从这个方式。对。那想要请问尤薇，就是说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其实是做完前面这1995到2008的档案跟文件之后，就对于这一次发布的这个新乐园艺术空间档案有什么回馈或者是想法？我觉得首先我想回应一下那个亚萍刚讲到，就是关于现在我们讲独立空间好了，就是独立空间它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其实虽然刚一路讲下来，感觉好像对于现在现在的独立空间，大家好像都有点悲观，就好像9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好像有点不一样了，转化了。可是我觉得就长远来看，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就是有乐观之处啦。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于独立空间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就是只要能够撑得下来就好。因为我觉得独立空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撑得下来，因为当你有办法撑得下来，不管是用任何的方式，你是靠私人赞助，你是靠补助，你是靠完全独立的资金，各种方式都可以，就是撑下来。就是如果撑得下来的话，就会有事情可以发生。因为我觉得台湾在90年代的一个文化政治的状况，就是公部门在90年代中期开始非常明确的开始就是用各种委托跟发包的方式跟个别艺术家合作。然后我觉得这个在95年的那种大型的装置艺术展开始，艺术家开始陆续都变成了这个不同形式的内容生产者，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政府的乙方。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多艺术家开始都是在承接这个公部门下来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预算所执行下来，不管是艺术节或者是展览。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会发现说有一个很大规模的，可能是一种从由上而下的方式去推动文化艺术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向。我觉得这方向当然没有不好，就是它这个应该就是有优点有缺点。对，然后特别是在文化预算就是过去整个提升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公部门所推动的各式各样的专案真的非常多。那艺术家其实1年之内，其实你可能都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担任了公部门案子的乙方，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独立空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力量，因为这个是由艺术家跟艺术圈的工作者他们自主组织起来的。我觉得这个力量非常的可贵。那我觉得可贵之处就是在于从个别艺术家到大型机构之间，其实有个很大的中间的区块，一个中间灰色混沌的区块。然后个别艺术家在这里面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活下来。那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间这个区块的个别艺术家超级孤独，就是你在从学院毕业之后，你很难有机会可以有一群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创作，甚至做作品、做展览。我觉得独立空间的存在，其实就是在补足这个中间这个区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独立空间重要的就是要撑下来。然后我觉得从新乐园这个档案对我来讲，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显示出了一件事情，就是空间发起人都可以，就是成员可以换来换去，发起人可能都已经不在了，可是最后留下来的永远是艺术行政。那我觉得这个档案本身其实就反映了艺术行政的存在的可贵之处，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行政档案，其实是因为有行政的这个机制存在，所以才留下来的。而这个档案从现在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因为
以往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对外宣传的资料，对，一定是发布新闻稿、照片什么那些，其实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被印刷出来的东西。可是真正的这些行政档案其实是没有要被外界看的。可是透过档案库的形式，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个档案，我觉得有办法让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不管是艺术或者是文化的研究，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其实也蛮有感触啦，就是说做档案到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讲说，现在台湾目前最长寿的2大合作画廊，新乐园跟新兵，他们其实能够活到这么久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它其实透过了会员的轮替跟组织不断的去弹性调整这件事情，存活下来。也许在每一个存活当下都会觉得好辛苦哦，收起来好了，干嘛这么累？可是其实你可能要过个5年10年之后再回头看，才发现啊，原来你存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它的确是累积了某些事情，它贡献了不少。那这个都还是要透过一定的历史距离才能够去挖掘跟发现的这样。然后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剩下不多，所以我想要问看现场有没有观众有问题想要问。都没有，没有装脚要问吗？好，那是，请说。因为要收音，所以我刚本来想在亚萍讲完的时候，觉得极度悲观的状态之下，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但后来另外2位就是都做了很好的回答，但是我还是再问一下，因为刚没有人问问题。我说，就是你说你一不小心待太久，所以好像无法离开，就是你成为那个人。然后我要问一个废话，就是如果你再选一次，你会早点离开吗？为什么这样子？不会，那我想要听为什么。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新乐园的机制有传承。没有人想在那个行政位置待很久，就我把我会交给你，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有很多各种结构啦，就很像你们有参加过毕筹会啊、系学会，大概就是那个概念，上一届会交接下一届。所以我那时候离开执行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多该学完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社会变得很快，我想要去看看别的世界在谈空间在干嘛，我就出去，等于是某种状态的走跳，然后去驻村。然后去看所谓社造一直跟艺术合作到底在搞什么，然后他们认为的空间打开空间跟艺术的打开空间为什么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后来没有快跑呢？就是我认为艺术还是我的核心，即便我做了非常多跟艺术创作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但是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有个核心中心点，就它还是艺术创作。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新乐园就是我艺术创作的核心起点，它是我最大的实验中心。所以我还是会回来这个地方，我也是不会离开。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我忘记是谁跟我讲，我有点忘记他那个讲法，就有点消遣我这样。但的确这件事蛮不现实的，是个不现实的做法。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不是艺术大学毕业，其实以当时那个年代极其吃亏。你只要不是艺术大学的，基本上你投什么都会被划掉。我连投20号仓库驻村都被划掉，只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是念设计学院的，我还记得谁划掉我一辈子记得他，对，我现在就跟他讲。后来呢，又被另外一个老师划掉了，因为他说我不是教什么的，但后来我又因为一个计划得到优选，他又颁奖给我说现在年轻人好棒。我心里想说前1年是怎样，我就会觉得这些人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因为我有一个职业证照，就是艺术大学毕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被认可。我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可是我学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是很晚才念艺术大学，我08年进新乐园，我到10年才进北艺。然后我进北艺，我在考的时候为什么前几次没考上呢？因为当时张正仁老师说你就是职业艺术家，你来干嘛？因为他们的认为是你已经进新乐园了，你已经在新乐园有个很成熟的展演的训练跟整个讨论的艺术圈运作过程，你已经是个专业的，你为什么还要念研究所？他就会有这个想象嘛。但后来我还是进去了，就是因为在现实整个运作架构系统上，我没有那个
毕业证书很吃亏，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吃亏。可是我在里面获得的，但可能对于现在很多艺术家认为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异常珍贵的获得。比如说可以跟新兵、跟非常妙、跟很多艺术空间这样玩在一起，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个很激励人心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什么自媒体啊，然后当时的肖彦宏老师他马上拿到一个机会，然后要在地下街中山地下街的灯箱看板帮每一个艺术空间做一个宣传广告这样，然后就叫新的人一起来，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念设计的，你来做设计，然后我就去帮大家做设计。就是当我拿到一个机会，我会去找你，大家一起做。是当时我进入新乐园艺术空间，或是当时替代空间的氛围是这样。我有困难，但是我有机会，我会找你。所以我后来回来是我遇到我应该说新乐园遇到的困难，然后我想了我会的方法，我找了其他人，找了很多人来帮我。然后这很多人呢，就是跟艺术圈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的所谓的社造团队的人。这也就是我决定把新乐园搬去桃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我在做很多计划时，我需要人、需要资源，然后我知道其他空间有困境时，我发现我就没有找他，我就会说，那我找其他人帮我，这些人帮我一起撑过那个难关。所以我觉得某一些状态上，我还是不会选择离开他。然后我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我常常跟同学讲，就是我高中毕业制作那一年的上学期，我们毕业制作的时候就闹翻了，因为我们第一次成果展得很烂，然后展览结束之后，我们整组的人都很低潮。我们班4个组，我们这组很差，就展览成果很差，然后我们这组就大家都觉得是别人的错，没有人要检讨这个展览的错误，然后大家只想着我要跳槽。对，然后后来我就因为高中嘛，只有17岁，我就拍桌子，我说对，没关系，你们不做，一个人也可以做起来。我当时就这样，然后后来我拍完桌子的第2节上课，我们组长就说我们还是开个会吧。然后我们就在开会的过程中，梳理做了一些困难的决定。到了下学期真正毕业展的时候，我们这一组是最快做完，成果最好的。其实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当时的确很多人觉得新乐园没有前景，胡同没有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想快逃啊，真的大家都想快逃。可是我非常感谢那些没有抛弃新乐园的人，比如说当时做完20周年的文藻啊，或者其他的很多其实都是行政其实没有快逃。我得说行政真的是没有快逃的能力，没有这些快逃的，没有这些人没有办法行做一个空间的运作。所以但大家都会觉得我是提文藻，我说没办法，我们就有点难兄难弟，就是那个不行你来一下，还是说你不要，你就说我那时候我已经不当了，他就说新乐园需要有一个长辈们也认识，然后大家会信任的人。我说我看起来很像吗？所以我就20周年之后又回来这样子。就其实这件事有很多阴错阳差的原因，所以你问我说从哪一次我不会放弃他，我一定也不会放弃他，因为我觉得他给过我很多我可能念完一个硕士都学不会的东西。这样讲对那些正在研究所念书的人来讲是有点过分啊，但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的战场绝对是你离开那个学校之后开始，而不是在这个学校之内。这个学校它给你的梦想，可是离开学校才是真实的人生。其实这个人生不会只有创作这件事情，就像我原来真的只想做个装置艺术家，一辈子只做创作，后来你发现不可能。就是到现在大家说你身为一个艺术空间经营者，我说不好意思，我以前是艺术家，我现在也是艺术家，我明年也要个展，就是麻烦不要一直叫我经营者，搞得好像我从来不做创作。但事实上新乐园的行政们基本上都是艺术家，你看到上面这些档案哪个不是艺术家弄出来的？是啊，是海茹他们弄出来啊，或是杜伟他们做的那些结构编的书，他们都是具备行政能力的人，然后建出了这栋房子的地基。对，就是不会快逃啦，就是慢逃这样。好，谢谢雅萍。那个现在那个新乐园的位置，要不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去新乐园，要去哪里看？
那个麻烦不要坐高铁，拜托，请坐台铁到桃园火车站，走站前的中正路，过了成功路的第一个巷子右转，然后只要6分钟，谢谢。好，那很期待新乐园明年迈入30年之后，还有下一个30年。对啊，但是总之你也不知道未来会长什么样的，所以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创造历史。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再次非常感谢大家还有线上的朋友来参与这次的讲座。然后我们接下来7月还有个工作坊，好像已经报名爆满，但是还是可以随时注意一下有没有活动讯息。10月还有一场讲座，然后请大家再密切注意。这样，谢谢大家。